3000年了，我早已达到了封号斗罗的巅峰。如今登神之路显现，是我获取神位的关键时期。百级成神，哪有情欲缠绵快活？斗罗大帝，与我一起欲仙欲死，可好？混沌青龙，你这扰乱心神的魂技，终究还是不入大雅。破！我大帝，雷劫已至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糟了，雷劫怎么提前了？混沌青龙，你想窃取这个神位？蛰伏数万年，终于等到这个神位的显现。你不愧是斗罗大世界的第一巅峰封号斗罗，现在你身负重伤，这个神位是我的了。1000年前我救你性命，你竟背叛于我，为什么？哪有神位重要？最痛恨的就是背叛。魂环开！你又上当了。你心中还有那可笑的情字，活该去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难道重生了吗？找到宗门铁了吗？邪门了？没有啊。灵山宗宗门铁？难道我不在斗罗大世界？我穿越到另外一个大陆？宗门铁果然还在他身上。啊！林峰，你这条烂狗命够硬啊！废了你的丹田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林峰，这具身体的名字吗？你一个修仙了20年，连炼气期都达不到的废物，也有脸去灵山宗？快把宗门铁交出来，不然就把你剁成肉泥！你，糟了，这个世界没有魂力，难道我斗罗大世界第一封号斗罗就要沦为待宰羔羊了吗？开山斩，黄阶下品刀法，这难道是这个世界魂技吗？不能束手待毙，我要尽快修炼一门功法才行。只能试试这开山斩了。苍龙御日，九天十地，幻灭灵刀。想不到这么快就参悟，虽然丹田被毁，但凭借我前世1000年来积累的修炼经验，将这个黄阶下品刀法提升为玄阶下品，更是像呼吸吐纳一样简单。别反抗了，你丹田被毁，仅凭一本烂大街的黄阶下品刀法就想击败我们？杀了他，夺回宗门铁！开山斩！明明是黄阶下品刀法，怎么爆发出玄阶刀法的威力？就是一瞬间，就将开山斩提升至玄阶下品。就算极品灵根的超级妖孽，也要花费10年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好是开山斩，即便丹田被毁，依旧可以靠肉体力量来催动刀法。林峰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杀我！往后若是再行恶事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是。原来这个大陆是通过运转丹田来催动灵力的修炼方法，与我前世魂力修行殊途同归。而且这里没有魂环的限制，也就意味着我的境界将没有上限。看来想要恢复修为，就必须找到修复丹田的方法。救命啊！不愧是灵山宗第一美女，今日你是我的了。张天以及趁我在外历练时暗中下毒，真是卑鄙无耻。张灵溪，你中了我的极乐合欢散，必须在半个时辰内疯狂行房，否则你就会经脉尽断，爆裂而亡。你这次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就算暴毙而亡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。还敢嘴硬？我看你是在灵山宗被丑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放开我，你这个禽兽！哪来的野狗，敢坏你爷爷的好事！
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。小兄弟，观你天资，应该是一介凡人。张庭乃是逍遥峰宗内门弟子，早已步入了炼气期圆满。快逃吧，别白白送死。原来是个废物！你现在爬过来给我赔礼，我会考虑留你一条狗命。我林峰最痛恨的就是邪淫之徒。你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废物凡人，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？想当年我越阶击败筑基期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阳台里孵化呢。张庭可是天资极高的妖孽，可能不出半场，这个叫林峰的凡夫就会被撕成碎片了。果然是个废物，在你拔刀的瞬间，竟然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。今日就让你去见黄泉，见逍遥。竟然是一剑逍遥，太恐怖了！一剑逍遥乃是剑宗秘传玄阶中品剑法，即便是筑基中期的修士，也会被瞬间击杀。更何况还是炼气初期的林峰。感受到恐惧了吧？能死在我张庭的剑下，也算你的人生高光了。如今我丹田破损，又与他差了一个大境界。倘若再不提升功法境界，恐怕难有胜算。再参悟一次开山斩，不知还会不会有效果。好在我前世是修炼气武魂，昊天刀的封号斗罗，刀道魂技登峰造极，这刀法修行和昊天刀魂技修炼大同小异。那就再参悟一次开山斩，照耀天罡本引我，煌煌七星现无邪。果然有用，我又轻而易举地将开山斩升华到了玄阶中品的境界。看来你这废物已经被我一剑逍遥的强大威压给吓傻了。林峰，快逃！开山斩！怎么可能？眨眼之间竟然将一个黄阶中品的开山斩瞬间升华到了玄阶中品，就算强如筑基期圆满境界的超级妖孽也无法做到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林峰，我中了奇毒，只要你能救我，我还身负重任，饿死。现在只有靠你的身体为我驱毒了。你就是唯一的解药。糟了，我丹田俱损，根本无法破解筑基中期的点穴之法。我竟然沦落到被一个女人强暴，太羞耻了。我曾经也是巅峰封号斗罗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沦落到被一个女人强暴，太羞耻了，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！灵山宗弟子选拔正式开始。灵山宗，听说曾经征服神虚大陆的万古大帝灵真昭，便是来自于灵山宗，那里有这个世界上最巅峰的修炼资源。正好我有宗门帖，可以去参加弟子选拔。灵山宗，我林峰来了。哎，兄弟，你来几年了？我已经连续考核7年都没通过了。想不到灵山宗这么寒酸，还没有我一个封宗气派。众位弟子安静，我是主司长老，负责此次选拔的考核。收徒考核的第一关便是引动玄冥神骨，你们一一触碰，
只要能令神鼓奏响，便可测出你们的资质。下一位。那不是李思文吗？传说他是本届的最强弟子，极有可能成为灵山圣子的候选人呢。是啊。真是天赋异禀啊！放眼神虚大陆，能让神鼓奏响5声的，也是屈指可数啊！真不愧是本届最强的妖孽。5声鼓响，天赋绝伦，乃是准圣子级别呀！哎呀，好厉害呀！是啊是啊，我乃宗族中最强天才，为了培养我，宗族倾尽了所有至宝，不可能有人比我更强了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想必思文在本届中已是无人能敌。只要他按照约定加入我的宗门，我铁山真人将名扬整个神虚大陆。长老，我想试试。且慢，我用法眼窥探，你小子毫无根基，体内丹田有破损之象。像你这样的废柴，触碰玄冥神鼓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五四长老。把他轰出去！且慢，灵山宗泱泱大派的威名怎能如此轻率？我千里迢迢前来拜师，连玄冥神鼓都不敢让我一测吗？你耍嘴皮子也没有用，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废物，还想参加选拔？轰出去！长老且慢。这不是灵山宗第1美女灵犀师姐吗？拥有如此绝世容颜，还真是高不可攀呢。据说其他圣境的弟子们为一睹她的容颜，真的头破血流。哦，原来她是灵山宗的弟子。这是唯一的解药。今天可真是太走运了。自古以来，灵山宗依师祖之命选拔弟子，都是以玄冥神鼓鼓响为准。即便肉体凡胎，也要给予考试的机会，何不让他试试，再做判断？好，那就试一试，让大家看一看，废物终究是废物。这小子什么来头啊？居然能让灵犀师姐出面为他求情，真是艳福不浅呀！哼，可恶！灵犀师姐可是我看中的女人，待你落选后，我必将你斩去手脚。这与前世斗罗大陆世界中的魂导器颇为相似，不知道依靠前世修行的记忆，能不能引动这玄冥神鼓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此子天赋太差，要是神鼓能响的话，那就见鬼了。果然与我在斗罗大世界的魂导器很是相似。这玄冥神鼓蕴藏着天地运转的大道纹理。就让我用前世运转魂导器的方式来试试。我领悟了。哇！你也就这点能耐了，你这种蝼蚁也就止步于此了。哇！这圣者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个病秧子怎会爆发出如此惊天潜力？难道是我的法眼看错了？我耗费数枚上品灵宝来为李思文淬炼，才使得他勉强引动5声鼓响。这个平平无奇的凡胎，又是如何做到的？那怎么可能？像我李思文耗尽无数天才地宝，才引动5声鼓响。你这个杂碎，怎么可能？快看！鼓声好像没有停止的迹象。6声，圣子级别！哇！从来都没见过呀！哎呦！天哪！你们看，
鼓已经响了8声了，这屏幕都要裂开了！哎呀，8声！哎呦，8声呀！哎呦，准神子级别呀！天哪！神子能成为准神子，日后在灵山宗肯定风光无限。是啊，哎呀，我灵山宗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准神子了呀！朱四长老，咱什么风浪没见过，一定要控制住情绪啊！不可能！你个后根级的废柴，居然引动了8声！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你们看，玄冥神鼓还没有停止的，难道鼓声还未息去吗？声，第9声。这传说中的第9响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传说入门选拔时，能够引动神鼓9响的，乃是1000年前的万古大帝林真周啊！我们如今终于等到一个可以重振灵山宗的天才了。这玄冥神鼓每一声响，居然对应的是类似一层鼓，那在9个魂环之上，一定还有通往神界的第10响。看，好像还有鼓声要爆发出来呀！什么？9声响已经是玄冥神鼓的极限了，怎么可能还会响？果然如我所料，就让你看看斗罗大帝转世的真正实力吧！哼！天哪！第10响，有意思，这么大能显示。所谓道法无为，色相轮转。这第10声便蕴藏着宇宙万物运行的大道纹理，难道他的天赋已经超越宗主，达到神子的地步了吗？哎呦，看，彩色波动正源源不断流进这少年的体内，玄冥神鼓正在助他炼化肉身。是玄冥神鼓在认主，让玄冥神鼓都折服于他，连灵山宗主也未曾做到过。这位少年资质超绝，立为灵山宗神子。超越宗主，居然出现了一位神子。如果神子日后成为了宗主，那我也必能成功，从此万古流芳啊！你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绝世天才。刚才整个我使用了激将法，将他的天赋全部逼出。嘿，一点也不要脸！几百年来，我灵山宗在3大宗门中排行垫底。如今神子出现，我们崛起的时机也到了。居然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，全身充满了力量。恭喜你被灵山宗立为神子，请随我一起去见宗主大人吧。且慢！他一个丹田被毁、灵根全无的废物，是无法引动玄冥神鼓的。他肯定是用了什么阴谋诡计，肯定是作弊的手段才惊动神鼓的。你说神子作弊有何证据？最好的证据，就是我和他来一场生死比斗，到时候便会真相大白。你这废物！如果你现在承认你是通过作弊手段引动神鼓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像你这样的富家子弟，只会依靠宗门势力呵护的人，不见多了。李思文已经步入筑基初期的境界了，而神子还是一个连丹田都无法凝聚的凡人，两人根本不在一个级别呀！这不公平，神子还未凝聚丹田，又怎能比试？谁说不能比试？哎，你们看，是铁山真人，那位啊，可是修炼到半步大圣境界的大能啊！这灵山宗立宗以来，神子之资定然远超普通弟子。倘若林峰真有神子之资，越阶而战必然不是问题。神子想战胜李思文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看来神子这次凶多吉少了。现在就让我李思文替大家试试这位神子的真正实力。想要越级而战，根本毫不胜算。看来我只能赌一把。哼，能死在我的刀下，也算是你最高的荣耀了。
什么？神子竟以凡人之躯接住了筑基期的一击。此人是筑基初期，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，更何况我的开山斩还只是大成境界，离世进来很难有胜算。没想到你有点实力啊，能挡住我3成功力。不过试炼结束了，我不会手下留情了。竟然在一瞬间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场，整个空间都在为之震动。这小子果然顶不住了，今日就是斯文轻松击败此凡胎，取代他成为生子的决战机会。斯文，尽管使出全力吧！我前世在斗罗大世界谨小慎微的修至巅峰，可就因为我心存善意，到头来被奸人所害。如今重生至此，此后我必要杀伐果断，快意恩仇。我要继续提升境界，再参悟一次开山斩。我要继续提升境界，再参悟一次开山斩。你觉得一个黄阶下品的开山斩能胜过我？啊？就凭这么弱的刀锋，连给我剔牙的力道都不够。果然还是轻而易举的就参悟到了圆满境，太好了！吵死！这12颗的开山斩，比我脱的汗毛都少。开山斩！什么情况？斯文居然被开山斩给震飞了！居然能从大成境界迅速顿悟到圆满境界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在战斗中提高功法吗？怎么又是瞬间提升到圆满境界？就算是天资极高的妖孽，也要耗费数年才能勉强练成啊！玄冥神国果然没有选错，我就说过神子天资超群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筑基期就开始练就的玄阶刀法，怎么可能敌不过他一个黄阶下品刀法？不可能！一定是侥幸而已。斯文一旦认真起来，仅用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压死。斯文，你认真起来呀！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李斯文认真起来的废物，那我就让你死得其所！化日为电，闪电无影，开！李斯文为了打败神子，竟然不惜透支自己的丹田，强行使出玄阶禁忌刀法试验闪电斩。此法会让他暂时拥有筑基后期的实力，可禁忌功法一旦使用，便是透支潜力。在这1年时间里，李斯文的境界恐怕都再无寸进了。神子虽然天赋惊人，但是修行境界还是相差太远。更何况李斯文已强提境界，神子怕不是要陨落当场吧？废物！我这刀法快如闪电，已经快把你的狗眼闪瞎了吧？你现在就是一只待宰羔羊，马上就要被我切成碎片，感受到恐惧了吗？我这赤炎闪电斩已经把你耍得团团转了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如果你现在跪下求饶，我饶你不死。说！赤炎闪电斩，前世我也修炼过类似的武器。说是作弊得来的。说他的功法与上一世的魂技相似，让我用修炼记忆看看。虽无法彻底参透，但可洞悉他刀法道理。放弃抵抗！斯文，看来你的闪电斩已经步入大成境界了，趁现在快出招吧！受死吧！我看到破绽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区区凡体，怎会破得了我的闪电斩？怎么可能？即便强大到你我这样的境界，也不可能在刹那间就能窥探到闪电斩的破绽。神子赢了，他成功击败了李斯文。神子不仅成功破解玄阶刀法，更是仅用1招入门的开天斩就能越阶击败对手。他的天赋真是深不可测。斯文，快醒醒！混账，竟敢
敢打伤我的预备弟子，此罪当诛！此罪当诛！我不叫混账，我叫林峰。明明是他先步步紧逼我，你却反过来要诛我。你们生而为人，却干的都不是人事。你居然敢骂老夫不是人！年轻人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凡事也有道理，你凭什么？这林峰虽然贵为神子，可是得罪了铁山真人，恐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。铁山真人乃大成级别的大能，传说他受到天地间短视频的启发，独创出一种傲立于诸天圣地的绝世功法——铁山靠。此靠法鬼魅多变，迷惑性极强，一靠下去足以让元婴级的修士灰飞烟灭呀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莫怪老夫了。铁山靠！你偷袭我，你也不干人事。明明是你先说要动手的。偷袭我这个1300岁的老头子，这样好吗？这样不好。年轻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什么叫惹了不该惹的人，痛的只能是自己。哎呀！这铁山真人居然用大圣境界来欺负一个炼气期的修士，太不要脸了！跪下！竟能扛住铁山真人这么久的威压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既然能重活一次，我林峰绝不为任何人而跪，没有人可以再让我低头。我是林峰。必须要保住林峰这个天才！放肆！神子的天赋竟然惊动了老祖！参见红星老祖！参见红星老祖！你竟敢对神子出手，是不把我灵山宗的宗规放在眼里吗？老祖，弟子不敢。可是这小子林峰是被玄冥神谷选中的天柄之人，你是公认的神子，你竟敢公然冒犯神子，该当何罪？弟子是罪，那还不赶快向神子赔罪？对不起。神子大人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刚才只是想显示一下神子的道心，并不会真伤害您，还望您恕罪。这老小子又在打什么算盘？那就罚你去灵花阁交3天大粪吧。好，我从小就是交粪的一把好手，我最喜欢交粪了。林峰，与我去面见宗主吧。是。林峰，今日你已成为神子，也是我灵山宗未来宗祖的候选人。这些老祖圣人们都是上古时期的强者，修为早已踏入了圣人境界。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你今后的师傅。什么？这些老祖都是圣人境界，应该和斗罗大世界的封号斗罗境界相当。奇怪了，神子看起来如此平凡，天赋和根基甚至都不如一些外门弟子。神子先天丹田不足，即便修炼的再精进，终身也只能是个停留在炼气期的武者。可是我们亲眼所见，林峰击败了准圣子李思文呢。连玄冥神谷都愿认神子为主，想必神子身负高深因果，只是我们法眼看不透罢了。神子，你若能拜入我红星门下，我便将来自铜锣大陆的千年灵宝浩南石赠予你淬炼，500年后定能成功修复丹田。还是拜我东星门下吧，有我东星耀阳神功相助，重聚丹田只需300年。我出3万颗血龙结晶，神子可愿拜我为师？3万结晶又如何？我将毕生炼化的10万枚9天神玉都献出来，100年后定能修复出丹田。拜见各位老祖，神子大人。天山，不是罚你去梨花阁交粪思过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禀告红星老祖，弟子已经提前完成了惩罚，并且也是爱才之心难忍，望各位老祖给晚辈一个机会，莫与弟子争。神子，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我不仅能助你修复丹田，还能让你在极乐中悟道。
神子，你看。公子，这寻常修炼之法只能静心守道，未免太过枯燥。我们逍遥峰有一秘法，可在无尽极乐中畅快修行，家人相伴，秘法护佑，好不快活！来呀！哎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就违规了。怎么样，神子？只要你拜我为师，这些角色将不分昼夜的助你修炼。我修炼的是丹田，这房中秘术还是你自己想。谁在胡言乱语？哼。哦，是清河长老。要花上100年，等神子修复丹田，都快变成一把老骨头了。神子，我有混沌刀诀，如果神子天赋足够，10年足矣。10年？清河，岂可妄语！清河，你一个小小的化神境界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我看你不仅是人残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吧？神子，我修炼的混沌刀诀乃灵山宗的无上妙法，可使你肉身重造，以刀替代丹田。一旦修成圆满境界，还可铸就3界第一无量神体，不灭刀体。10年就可修复丹田，那还等什么？就拜清河为师吧。混沌刀诀是极难领悟的刀法，曾经无数顶级天才选择修炼都未能领悟，更有甚者被刀意反噬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诸位老祖，弟子愿意一试，拜清河为师，当场领悟混沌刀诀。什么？当场领悟？荒谬！纵然是天资超绝的万古大帝林真昭，在领悟混沌刀诀时，也至少要耗费数月。一派胡言！还当场就想领悟混沌刀诀的奥义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还请师尊传授弟子混沌刀诀。糟了，神子的根基竟如此之差，刚才牛皮吹大了。神子啊，我已将混沌刀诀灌注到了你的识海，现在你便可领悟。是，师尊。这混沌刀诀的修炼方式是以刀入体，用刀替代丹田，这就相当于上一世斗罗大世界里气魂师的气武魂。修炼混沌刀诀，就像修炼昊天刀武魂一样。哼，我领悟到了。哼，连一点感应都没有显现，岂能那么容易修炼？清河，你这是无理取闹！若是神子无法领悟断了天资，你就是我灵山宗的罪人。这小子，我连运养原理都还没给你讲，你怎么就开始修炼了？什么？天地灵气开始涌动了，这是领悟混沌刀诀奥义的意象。快看，他的修为在迅速攀升，隐隐可见刀体雏形啊！竟在顷刻间，居然就达到混沌刀诀第1层。好险，牛皮终于圆上了。快看，神子居然还在提升！我的天哪！神子已经达到混沌刀诀的第10层了！不仅如此，神子的肉身正在重铸，已经由炼气中期提升到了炼气期圆满了。当年我花费5年才勉强做到，太震撼了！1日10层的境界提升，连万古大帝林真昭也没能做到过。哈哈哈！我们灵山圣境必将崛起！天机异动，这是哪位大能在突破大境界啊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种万物之始、天人合一的意象，已经有几十年没见过了。定是有高人在灵山宗顿悟出了极致境界呀！怎么样？如今神子可以拜我为师了吧？不可！神子天资卓越，虽然到了1日10层的境界，但那只是刚刚出窥门径而已。混沌刀诀的修炼是越往后越难突破的。除了万古大帝林真昭外，无
无任何人能修得圆满境界。清河，你修炼了200年也没成就，最后还遭到了道义反噬，终身只能在轮椅上度日。什么？道义会有反噬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们灵山宗等了几百年才诞生这新神子，倘若他无法成就，那你清河就是灵山宗永远的罪人。神子，我看您还是拜老夫为师吧，锁金固阳更是不在话下。一旦失败，那我们灵山宗就会彻底失去崛起的希望。孙杰清河虽为长老，但在宗门内还是资历尚浅，万万达不到收神子为徒的境界。你若执意拜师，就只能以普通弟子身份加入，待遇可是天差地别呀。修炼混沌刀诀虽然风险很大，但这是助我修复丹田最快的方法，鱼和熊掌无可兼得。看来我得赌一把。既然如此，那弟子愿意放弃神子之位。我还以为你小子是个天才，没想到是个超级蠢材，竟拜清河那个废物为师。神子是灵山宗的无上荣耀，知道多少弟子渴望得到这个地位吗？如果放弃神子地位，你就是个普通弟子，待遇可是天差地别呀。宝剑锋从魔力出，弟子就是想向灵山宗证明，即便我林峰不再是神子，也无法阻挡我日后正得大道。倘若这么点的考验都经受不住的话，那又怎能助我灵山宗重新崛起呢？不愧是被玄冥神谷选中的神子啊！这种勇气与魄力，放眼4大圣境也难以再找到出这样一个人。我等修行数千年，心性竟都不如一个小辈。哎呀，惭愧呀！那就依神子所言吧。林峰，你日后便仅仅是清河长老的亲传弟子。是，也不知现在的选择是对还是错，看来我得赌一把了。徒儿，如今你已达到第10层，经过混沌丹田的洗涤，想必你体内的丹田已经修复大半了。师尊，那我们要进筑基期修炼了吗？还不是时候。从何见得？混沌刀诀乃灵山宗最霸道的功法，常人若练得你现在的修为，便早已踏入筑基期的境界了。可徒儿你不一样，你毁掉的丹田可助你压制住境界，在尚未修复前，便能通过修炼更多功法来累积丹田之力。若想证得大道，看来我也要在炼气期达到万斤的丹田之力才行。师尊，这是谁？怎么跟我上一世的师妹长得如此之像？师尊，来得正好。林峰，这是我的养女影琪，以后你就管她叫师妹吧。凭什么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她管我叫师姐才对。上一世师妹为了救我，被恶人残害，没想到转世来了这里。这一世就换我护着你吧。师妹，你好。林峰贵为神子之资，待他日后正得大道，你也必能受益。叫他一声师兄，不吃亏。师兄，行了，影琪，带师兄去玄天阁选一件趁手的兵器，快去快回。是，师尊。神子，听说是一个连丹田都被废了的凡人而已啊！师尊的法眼难道被蒙尘了？站住！你们是谁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灵山宗被破坏，为了保护灵山宗的和平，贯彻修真的真实与善恶，我们就是刘志、王良。刘志，怎么又是你？尹琪师妹，我可在这等候多时了。两个呆子是逍遥峰铁山真人的徒弟，经常欺负我们清河峰。不过你别怕，有我在。小师妹，今日你可不能再拒绝我的一番真心啊！师兄，今天他若不从了你，我必把他五花大绑，给你送到洞府去。喂，听见没？快跟我们走！你们有病吧？这里是灵山宗，不是什么山贼瓦寨，凭什么你们想怎样就怎样？他奶奶的，
就凭我师兄对你的一片真心，就凭你那个狗屁师傅清河，还只是个化神期圆满，而我们的师尊铁山真人早已突破化神境，没让你跪着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我呸！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还想让我们给你们磕头？哼！师兄，这小娘子，我先替你教训教训，教训好了，就将她送到你床上去。你过分！区一个炼气期，也敢在我们筑基初期前嚣张，今天我就让你懂懂规矩。瞧你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哟，难怪小师妹一直不肯从了我，莫非你就是那个小白脸？影琪啊，你糊涂啊！连丹田都没有，怎么配得上你呢？对啊，就是一个小白脸，估计啊是什么大族之后，也就有点钱，跟在师妹身后，屁颠屁颠的像条狗。无知小辈，师妹天姿国色，也是你能高攀的。我的玄级功法已练到大成，而你丹田都没有的垃圾，好好回家照照镜子吧。哼，看看你这呆若木鸡的怂样，一定是被吓懵了吧？师兄，我看他是尿裤子上了吧？我们还要去玄天阁，抓紧时间，一起上吧。什么？要一人对战2位筑基初期，他是疯了吗？小白脸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所练的玄级功法铁山剑法已到大成境界，与师尊铁山真人所传的铁山靠融会贯通，静若卧虎，动若飞龙，不出2招就能让你人头落地。铁山剑法！铁山剑法，传说铁山剑法与铁山真人的铁山靠一脉相承，每次挥剑都犹如一道巨浪袭来，杀人于无形，见血封喉啊！拔刀时竟然连一丝灵力都感受不到，果然是个废物。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做舔狗是什么下场，受死吧！筑基初期所爆发出的气势，足以碾压所有炼气期的身手，何况还是毫无丹田的林峰，看来他必死无疑了。怎么可能？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凡夫，只凭一把破铜烂铁就接住5000气力的化坤剑法？呀，不可能！他真的是炼气期吗？失去了丹田竟然这么强，你到底是何方妖孽？什么？这可是混沌刀诀10层的迹象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刚刚入门就达到1日10层的境界了吗？到我了！原来在混沌刀诀的加持下，林峰的凡体已经得到了重塑，天地灵气汇聚，最后化为锋刃。既然这是黄阶下品的刀法，就挥出了近7000斤的气力，将2个筑基初期弟子完全碾压。此人天赋真是恐怖如斯啊！不行，怎么会对这刚刚认识的人产生感觉呢？要保持住定力，绝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有任何异样。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提醒2位裤裆水。林峰，你以后还敢骚扰我的小师妹吗？以后还敢这么恶心的出场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师兄，谢谢你啊，但是咱们得罪了宣瑶峰，他是闯下了大祸了。哇，哎呦，你看看那个，这些兵器也太帅了吧！哇，这就是玄天阁，还挺热闹的嘛。哎，师姐，又见面了。你好，我叫张灵溪，弟子选拔会场上见识过你的绝世天赋，想必日后你定能证悟大道的。好，谢谢师姐。林峰，过来。灵溪师姐平时都是冷艳无比，见到这小子，怎么还主动跟他打招呼啊？这小子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竟然能得到灵溪师姐的垂青。什么第一美女？我
他也不怎么样。咱们追了这么久都没能虏获他的芳心，这废物凭什么呀？这废物因作弊被废神子之位，现在还有脸出来招摇过市啊！待会在气力测试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露馅。对呀，林夕就能看到他真实嘴脸了。你要是敢把那天的事情说出去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呀！师弟啊，想必你是来挑选兵器和功法的吧？正巧今日由我来主持气力测试，请随我到这边来。这便是能测量出炼气期、玄界气力值的玄武灵球，传说由稀释灵兽的根骨炼化而成。玄天阁会自行匹配与你气力值天赋对等的兵器。那我先来试试。尹奇，清河峰的废物，就别来这丢人现眼了。我看还是省点力气，回家绣花去吧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好了！雷火掌！这，哇，是荧光，是荧光！至少要1000斤以上的气力值才会出现荧光啊！3000，这可是炼气后期即水准，没想到他炼气期中期竟然能打出这样的气力值。尹奇师妹，恭喜，仅仅1年就达到3000气力值，甚是厉害。多谢了。会出现什么神力啊？是火灵剑。作为入门弟子，能获得上古剑圣的中品神剑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少见多怪，少见多怪。是天才太子李太虚啊！只用1年的时间就练到了炼气期大成的境界。区区3000斤有什么好惊叹？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哇！给我！我拿到太虚的名片了，好开心啊！你那桀骜不驯的脸庞，风度翩翩的步调，你的每一寸呼吸都直击我的心灵。太虚师兄真的好帅，姑娘们都疯了吗？哟，这不是被剥夺神子地位的林峰吗？原来他就是林峰，看起来挺普通的嘛。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凡夫，宗主没把他踢出灵山圣迹，那都算仁慈喽。是啊，林峰，你也不怕臊得慌？我要是被剥夺了神子之位，我都没脸见人。我可以作证，林峰的确是自己放弃的，他的天赋毋庸置疑。天赋有没有我不清楚，但是能放弃神子之位，足可以证明他的脑子一定是被驴给踢了。哎呀，林峰，如果你当众承认神子之位是被剥夺的，我还敬你是条汉子；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个智障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哎，我师兄是来挑选兵器的，不是来跟某些泼妇骂街的。泼妇？你骂谁呢？哈，骂的就是你，太虚。说我什么都可以，敢说我虚，我不认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炼气期境界大成的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炼气期境界大成的实力。切！好强大的气场啊！不愧是达到炼气大成境界的强者。这真的是才修炼1年的新人啊！好厉害！8000，只差1点就到了同界最高的测力记录9000斤，天纵之姿啊！这是多少炼气期弟子10年都没达到的超强战力啊！太虚，一点不虚！太虚，一点不虚！看来我所展现出的超级天赋已经把你给惊呆了。怎么样，林峰？你现在吃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吧？嘿！天哪！那可是来自传奇大陆的终极神兵啊！传说
沙巴克城王子屠杀龙神时用的终极神兵啊！据说他一刀挥出，可横扫999个炼气期修士。林峰，你好歹也当过1天神子，何不把实力展现出来，给大家看看？今日在与逍遥峰弟子对决时，林峰所爆发的气力值应该有7000斤。倘若在大庭广众下输给了李太虚，肯定会被冠以史上最弱神子的称号，怕是要成为几百年来的笑柄了。哼，听说你师父修了半年才达到混沌刀诀第1层，而你才刚入门，想必连混沌刀诀的初会门径都没进入，我就坐等看你这个废物的笑话。本来打算低调选取兵器，可是你们非得逼我，好吧，那我就满足你们的心愿，出个大风头。这一拳都要挥出去了，还丝毫感受不到他调动的灵气，这么差的天赋，怕是连铜镜都不会有反应吧？太虚师兄，此言差矣，人家可是能让神骨享10身的神子，我们应该相信他，怎么可能呢？一个点滴，一个捧杀，两个败类，配合的还挺默契。铜镜果然没有反应，一个连气力值都测不出来的神子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这下糟了，师兄这次真的要成为百年笑柄了。这下糟了，师兄这次真的要成为百年笑柄了。啊！也是金光，是不用慌，即便是金光，那我也胜券在握。毕竟我的实力已经达到炼气期大成了。什么？这什么？1万！天哪！玄武灵球的记录被打破了，这是何等的天资啊！这真的假的呀？以目前气力值测算，林峰在短短1日之内就已经达到了炼气期圆满境界，这绝对是神子的资质。唉，才仅仅1万，倘若是前世的我，区区一个玄武灵球，我瞬间便能粉碎，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实力。可恶！我苦修1年，偷吃了师父数十颗武神丹，才到达炼气期大成，没想到就这样被练了1天的林峰给碾压。神兵开始认主了，到底是什么神兵啊？难道是那把神兵？啊？这怎么是一把生锈的断刀？一把断刀，连下品都算不上。你这废物，不如拿着这把废刀，快去灵山中的火灶房当剁肉去吧。虽然这柄断刀像块破铜烂铁，但我却隐约能感受到里面蕴藏着某种灵力，想必应该是件被遗弃的上古神物。是灭天斩龙刀。是啊，传说万古大帝林真昭就是用此刀成功挡住了想要吞噬3界的洪荒魔罗。这林峰虽然得了这极品神兵灭天斩龙刀，但这此刀早已在上古大战中被折断，还因沾了魔罗的血而被蒙尘，现如今只是一块废铁而已。这林峰的运气也太差了吧！竟然拿到了蒙尘已久的斩龙刀。若要使斩龙刀重现其异光，就要领悟万古大帝的刀意，需要运转丹田来以气气炼此神兵。这对于丹田俱损的林峰来说根本不可能，就像拿了一个烧火棍儿。这柄刀应该不简单，只要将它积累出来，定能助我提升境界，届时可以用此刀抵御强敌，弥补我丹田不足的缺陷。什么？难道他这是要当众祭炼兵器？什么？难道他这是要当众祭炼兵器？什么？这一幕好熟悉呀！难道他又要当场领悟了吗？我们是见过林峰当场领悟混沌刀诀，但这是万古大帝的刀意，放眼整个圣境，无人能领悟其奥义。
对于他一个练气气的来说，不可能。这林峰竟然祭炼起了斩龙刀。此子虽然天赋超凡，但怎么能傲慢到当场祭炼万古大帝的斩龙刀呢？就算强如我长眉，也需要借助天赋灵力来祭炼。即便如此，那我也用了数十年才炼出一个上品的法器。枉我此前如此看好他，没想到如今竟然放弃神子之位，而且竟然在炼气期，竟然傲慢起的练起了上古神兵，简直是哗众取宠，愚蠢至极。终于祭炼完成了。这装模作样，我根本看不到这柄刀上用动过丝毫灵力。难道不是把破铜烂铁？别以为比划2下就祭炼成功了，糊弄谁呢？是啊，我看他这是上焚烧白纸，糊弄鬼呢。就算是强如筑基期，也需要以气来祭炼兵器。你一个毫无丹田的废柴，怎会祭炼成功呢？根本不可能。是啊，这柄刀很有可能是件极品神兵。林峰居然成功了，对，还祭炼成了极品，不愧是神子之姿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是老夫看花眼了吧？这林峰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祭炼出了极品神技呢？不愧是我玄机看中的弟子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林峰有盖世天资，祭炼万古大帝的斩龙刀更是不在话下啊！我看人很准吧？呸！不要脸，一点都不要脸！原来刚才在祭炼的时候，我的意念与斩龙刀产生了共鸣，斩龙刀化作刀灵形态灌注进我的体内，形成了一些刀武魂的雏形，也使得我的肉体再次得到了重铸。竟然仅凭意念就祭炼出了神兵，就算是大成境以上的大能，也要发挥10年甚至上100年。没想到神子竟打破了定律，转眼之间就让蒙尘1000年的上古神兵散发光芒。哎呀，真是天资超绝呀！我灵山宗崛起有望！我的天哪，难道这就是他的天赋吗？如此超凡的悟性，也太恐怖了！用意念祭炼兵器难度极大，就算拥有超级天资的金丹期修士也根本做不到。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此等器武魂，在我斗罗大世界连中等都算不上。看来还是要更多历练，找到更多的神刀，练成丹田刀体，不然修复丹田可就遥遥无期了。什么？即便祭炼出了极品神兵，他居然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太满意的样子，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严格了。林峰，快成长起来，成为大帝吧！灵山圣境在等你助他崛起。林峰，师兄最厉害，林峰好厉害！对不起，太虚师兄，你已经过气了。我们现在都喜欢的是林峰师兄。难怪师妹妹会为他着迷，连我都有点钦佩他了。圣女驾到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师兄，这是铁山之人的大弟子王梦露，灵山圣境的圣女之一，性格嚣张跋扈，常年欺压我们清河峰，令人非常厌恶。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他的弟弟李思文被林峰羞辱，以王梦露的傲气，他必定会废了林峰。王梦露已经步入筑基后期境界，而林峰还只在炼气期，双方实力相差太过悬殊，林峰怕是要倒霉喽。你就是林峰？不错。我弟李思文乃是天资极高的筑基初期，怎会败给了你这样的炼气期废物？本圣女素来仁慈，只要当众爬过来，
为我舔干净鞋子，日后见到我们逍遥峰的人磕头作揖，我就考虑放过你，怎么样？王梦露，你过分了。虽然你贵为圣女，但圣境也有宗门规矩。玄天阁乃是庄严之地，不是你来闹事的地方。林夕，你居然袒护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废物，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吧？林峰有神子的天资，乃是我灵山宗100年难遇的天才。他品性高尚，而你虽贵为圣女，可无论天资还是德行，与林峰相比，你都差得太远。我乃灵山宗天资极高之圣女，我跟你讲话，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？你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这么讲话？没有了神子之位，就是个废物。本圣女只要挥一挥衣袖，便能将你碾压成齑粉。真是红颜祸水。王梦露可是筑基后期的境界，实力太过悬殊。师兄为了你们，还偏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圣女大人，方才在路上我与他较量时，气力值至少有7000斤。这么点实力就怕了？逍遥峰怎么会出你们这2个软蛋？区区蝼蚁竟敢侮辱本圣女！林夕，我要让你看看我是如何把这废物按在地上摩擦的。既然你非要纠缠到底，那我就接受你的挑战。哼，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我一脚就能将你踩死，让你永远翻不了身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林峰是不想活了吗？这完全是自杀式的挑战。这王梦露可是100年一遇的超级天才，仅仅闭关1年就到达筑基后期境界，而且实力相当强，这手段相当残忍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何况我已经祭炼出斩龙刀，应该可以抵挡得住吧？笑死我了！今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着什么是圣子之威，受死吧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挡住了王梦露的强大一击！王梦露7星光芒剑的威力都足以劈开一座宫殿了，但林峰显然更胜一筹，居然仅仅用一柄不知名的断刀就能接住如此强悍的一击。上古符文好像是万古大帝的标记，难道他手中拿的是灭天斩龙刀？灭天斩龙刀，灭天斩龙刀乃是失落的上古神兵，传说万古大帝林真昭凭借此刀斩灭洪荒魔罗，一举征服了整座神虚大陆。那又怎样？灭天斩龙刀早已蒙尘千年，这刀中的灵力也损耗殆尽。你不过就区区一个练气期蝼蚁，拿不过就是一个废铁。本以为对付你这蝼蚁，随便施展几招便能让你满地找牙，现在看来是我低估你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真正实力。难道他还隐藏了实力吗？是引灵镯。引灵镯？没错，原来王梦露一直都在用引灵镯来压制自己的境界修为。从如此强大的灵力波动来猜测，他的实力应该早已到达了筑基期圆满境。那这么说，师兄岂不是很危险？林峰，我劝你最好现在乖乖求饶，因为这灵引镯摘下之后，爆发的强大灵力，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。我劝你最好受死。尽管来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送你一程，好人做到底。圣女已经爆发出筑基期圆满的实力了，却还是不能震撼林峰的任何锋芒，太逆天了！林峰怕是史上最强的练气期了吧？看师兄刚刚爆发出来的灵力，实力应该又提升了不少。原来林峰刚刚在祭炼神兵时，与斩龙刀的刀灵产生了共鸣。一旦刀灵认主，就会将刀中灵力注进他的体内，不仅重铸肉身，更是增厚了他的根基。估计林峰如今的灵力至少达到了7重天。万万没想到，你这宵小之徒居然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方才我的建议不在于杀，而在于快。乾坤化气煞，祭策符万剑，天罡六芒线。原来王梦露是在声东击西，在刚才的战斗中，他看似使用全力一击，实际上却暗中布下了这控制虚空的六芒星剑阵。六芒
是来自荣耀大陆最强女剑仙夏洛特的逆传黄阶上品剑法。传说被这剑阵困住的金丹以下修士，无一生还。六芒星剑阵已经注入我的超凡剑意，只要被困，你便无法动弹，沦为一只待宰的羔羊。这阵法甚是强健，如此被困下去，定会成为歹徒羔羊。不知用我前世修炼的剑意，能不能破解这阵法？此阵法，奥义是将魂力灌注进阵法，除非大成境界以上的修士，否则道心极易动摇。倘若是他心意抖动，剑阵便不攻自破。都什么时候，师兄怎么还气定神闲的把眼睛闭上了？并不是，虽然我不懂其中道理，但上次击败李思文，林峰也是这样的。希望他能想到破阵的办法吧。今日不同以往，圣女的实力早已超越了李思文，林峰也翻不起什么浪来，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受死吧，受死吧！露露，你叫我什么？露露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那夜，我们缠绵的温存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从未见过你。露露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那一夜，我们以白沙做屏，大地为铺，我们可是整整缠绵了一晚上。我的妈呀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这圣女这么风流呢？没想到啊！没有的事，你们不要胡说八道。哼，我赢了。无耻，竟敢乱我道心！开山斩！原来催动天罡六芒星阵需要全神贯注，一旦心神异动，就会使剑气的灵气减弱。所以师兄刚才荒唐的说辞，实则是为了动摇王梦露的道心。师兄果然机智多谋，我看王梦露已经黔驴技穷了。啊，故事编得跟真的似的。师兄果然机智多谋，我看王梦露已经黔驴技穷了。啊，故事编得跟真的似的。姑娘，你六根不净，道心不坚，距离正道成圣，怕是长路漫漫。林峰，我王梦露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姑娘，免礼。你我本同是灵山宗的弟子，相煎何太急？希望我们日后能够互相勉励，早日应证大道。师妹，灵犀师姐，我们走。请留步！我王梦露约半你左右，追随于你，直到你证得大道。你看如何？我没听错吧？她可是灵山宗最不可一世的圣女啊！令四大宗门弟子竞相争夺的王梦露，竟然要做林峰的追求者。不了吧，我资历尚浅，还没有资格让你追随我。我曾发过誓，谁在比试中赢过我，我便誓死追随他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。日后待我的修行达到一定境界，我要与你再比试一次。倘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做我王梦露的追随者。还有点意思，我答应你。师尊，肯定是好消息。想必林峰已经被圣女碎尸万段了吧？没有，林峰不仅将圣女收为追随者，而且还得到了上古神兵灭天斩龙刀。什么？灭天斩龙刀可是我灵山宗的圣物，倘若将此刀夺过来，定能重振我昆峰的声誉。是时候让那小鬼见识到大成之威的恐怖实力了。林峰，你死定了！徒儿，你先天丹田俱损，就算遵照混沌刀诀修炼，起码也要50年才能修复丹田。既然你与万古大帝林真昭机缘深厚，那么为师再传授你一本上古功法——不灭刀体，可助你另辟蹊径，快速修补丹田。如今我已将功法传输进你的识海，其奥义就是以刀具为丹田，代替你损坏的丹田，从而练就人刀合一的无量神体——不灭刀体。师尊，那要多久才可以修成不灭刀体？起码也要达到不灭刀体的圆满期才行。不过以你的天资，为师觉得不出5年
定能修复丹田。 5年，太久了。 5年还嫌久？这已经是神速了。那你想多久？1日。1日？不灭刀体乃是我神虚大陆上最难练的功法之一，纵然是天资卓绝的万古大帝，也绝无可能。弟子愿意一试。为师知道你啊，急于重构丹田，但是啊，酒要一口一口的喝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步子大了。 容易扯到蛋。想当初为师初窥门径，都花了10年之久。欲速则不达。今后啊，跟着为师好好练。5年之内啊，我帮。居然已经初窥门径，怎么可能？初窥门径而已。为师当年已经花了10天了。师傅，您说的可是10年？什么10年啊？一定是你听错了。周天赋时，万法循环，促进人体接近分，合金光无基础为大道无形。居然已经达到小成境界了。小成境界还只是初证阶段，再往后更加困难。欲一日修炼，纵然你有盖世天资，也还是差太远了。你动天地之间灵气运转，这是大成境界炼成的迹象。放眼整个修炼室，还有谁有如此超高的境界？太不可思议了！竟然引动如此罕见的天地异象。又有一高人在灵山中顿悟出了极致境界。我怎么说了个“又”字啊？仅1日就修炼到大成境界，就连万古大帝也难以企及，真是超级天资。没想到我灵山宗居然出现一个前无古人的绝世妖孽啊！崛起真的有希望了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他的极限了吧？想当初清河修炼到大成境，也花费了他10多年，没想到神子1日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，哈哈哈！这是前无古人的神迹呀！哈哈哈！可惜没拜入我红星门下，要不然我红星又要出一位像陈浩南级别的蛊惑刀仙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如今斩龙刀与你同为一体，重铸刀身的过程就是你重构丹田的关键时刻。徒儿，万不可摇动道心，记住意念，修心，快速凝聚丹田。为师助你一臂之力。原来斩龙刀再通过天地灵气来重构刀身，再次重铸，我也感受到了体内的灵气正在向我胸口汇聚。我耗费百年萃取的灵液都在这里了，就看这刀能吸纳多少了。居然还不够！不愧是万古大帝留下的极品神兵，竟然可以容纳如此之多的灵气精华。林峰竟然能驱使斩龙刀，来为他收纳万物灵力，他是怎么驯服傲立于诸天万界的斩龙刀？林峰，如今斩龙刀所爆发出的灵力波动，相当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金丹气的威压，赶快停下来！林峰，如今斩龙刀所爆发出的灵力波动，相当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金丹气的威压，赶快停下来！一旦你的肉身承受不住，那你就会被这刀锋碾碎的。不，我还可以承受，我一定要重铸丹田，成为史上最强修仙者，重返北冥大陆，斩灭恶龙，不报此仇，誓不罢休。你身上的灵力怎么突然被抽干了？这究竟是谁干的？九霄雷动，斩龙重铸，一刀化天，万古长存。斩龙刀终于现世了！斩龙刀竟然融入了林峰的体内，他真的练成了不灭刀体的圆满境界，练成了初步的不灭刀体。这件事若是传出去，
定会震撼整个修炼界。徒儿，恭喜你重铸丹田，从此以后便不用再凝练丹田修仙，而是以刀为身，以丹田化为天下刀，以天下刀意来提升境界。刀意越强，你的境界就会提升得越快。在不灭刀体的加持下，你的气力值已超出了同境界修行者的10倍，甚至10几倍。你现在体内的灵气十分庞大，需要扩充经络来疏导。为师已经为你安排了药浴，快去吧。是，世子。师兄，师尊闭关前特意嘱咐过我，让我用麒麟精血熬制成药浴，让你经脉疏通，这样呢会使你体内的灵力更加精纯。你先好好泡个澡，我去给你准备汤药。上次破境之前的药浴，估计都是小1000年前的事情，还真舒服。林峰，今天晚上由我来服侍你。林峰，今天晚上由我来服侍你。让你体验一下双修的极乐。你躲什么呀？难不成怕我吃了你？啊，你不会也吃了合欢散吧？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王梦露，我答应让你做我的追随者，不是让你这样。峰哥，昨日我听说你铸成了灭天斩龙刀，能让我看看吗？你想看这个？它其实就在我的体内，你别误会了，我说的是刀在体内。讨厌，那我就要深入看看了。噗！你根本就不是王梦露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根本就不是王梦露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已将美颜术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，就连元婴境界的，就连元婴境界的修士都曾被我诱惑于股掌之间。你一个区区筑基期的小鬼，又是如何看出破绽的？你美颜术再高超，但有样东西，你始终是变不了。哼！我原本打算不动声色地将斩龙刀取走，留你一条小命。没想到你竟然练成不灭刀体，那我只好将你丹田毁掉，取走斩龙刀了。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！我可是大成境界的修士，杀你一个筑基初期，犹如碾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。我劝你还是自毁丹田，交出斩龙刀，否则我的化魁手一旦狂甩起来，顷刻间便会将你灰飞烟灭。铁山真人，怎么是你？我呸！你堂堂大成境界，又是一方之主，你觉得此番以大欺小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没大没小的，哼！老夫今天就教教你如何尊老爱幼。好！虽说我的化魁手只挥出不到1成的功力，但即便如此，即使是金丹期的修士也会灰飞烟灭。林峰，你果然是个奇才，可惜你拜清河那个废物为师，与我作对。倘若拜入我铁山门下，定能助你用铁山靠重正大道。铁山真人，若是你执意取我的丹田，我劝你还是请回吧。猪鼻插葱，装腔作势，老夫要取你丹田，犹如探囊取物一般。我的铁山功已将你的丹田破了，3日内便无法再使用第2次。如今你不过是个待宰的羔羊吧？怎么办？如今师尊闭关，这次怕师兄多棘手了。就算你想炼化灭天斩龙刀，也无法助你突破大成境界。邪门了！这小鬼是怎么知道我要熔炼神兵来提升境界的？铁山真人，
你的病灶在于你急于求成，吞服了大量的禁忌灵药来增加修为，就算短时间能提升境界，它也只不过会让你的灵根受损罢了。一派胡言！师兄难道疯了吗？竟靠如此愚蠢手段来拖延时间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哎，只要疏通一处，你便能突破大成，突破成渡劫。还敢戏耍老夫？区区筑基期的蝼蚁，还妄图指点老夫修炼？我看你是癞蛤蟆做医馆，冒充医仙。今日不把你碾成灰烬，我就不叫铁山真人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否经常会感到经脉不稳、灵根疲软，时常有举而不坚的症状？一派胡言！老夫灵根稳固，一如金铁，即便连续声色犬马数十载，也照样一柱擎天。嘴硬是没有用的，你的浊气已经侵蚀了你的丹田，耽搁不了多久，便会走火入魔。不信，你去查一查吧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是因为你贪服了太多的禁忌灵药，导致了浊气侵蚀了丹田，而你又酷爱双修，毫不节制，导致灵根受损。若再不把浊气排除，不出3年，境界提升不了，还会导致走火入魔。那还有救吗？你已经活过3000年了，够本了。这个，神子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恳请您高抬贵手，为我指点迷津。神子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恳请您高抬贵手，为我指点迷津啊！要我答应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以后你不要再来我们清河峰来找麻烦就是。没问题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啥都听你的。你将意念归于丹田，记住我的口诀：定中远神，静运红，6根无漏，得循环。呀，太神奇了！感觉我的灵根无比炽热挺拔，全身经脉正加速运转。哦，3000年了，哎呀，老夫还未如此畅快过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我是一只好厉害啊！我终于突破大成，进入渡劫境了！老夫苦修数千年，都未曾破境，今日有幸受高人指点，真是我的齐天鸿福啊！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，从今往后唯师命是从。师兄真是深不可测，随便传授2句口诀，就把一位大能给收服了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哇，好险！若不是靠前世的记忆，我的刀丹可就真的保不住了。我看还是免了吧。我林峰不收资质愚钝的徒儿，你还是走吧。好，我听师父的。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要拜入您的门下，哪怕做万门弟子也行啊！师妹，师妹，走了。师妹方才因为铁山真人气息压制，错乱了经脉。师妹的弹珠穴已经受损，阴阳失调，若不再及时疗伤，师妹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不行啊，师妹，有异物阻隔，无法将纯阳灵气输送给你。师兄，那就将衣服都褪去吧。得罪了，师妹。师妹，
有感受到一股暖流之气吗？师兄，可我还是好冷。糟了，我正在运功阶段，一旦动弹，就会有经脉逆行的风险。师兄，以前是我不好。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，再有1万年。师兄，我喜欢你。师妹，此时关键万万不可乱动。师兄，你醒了。这是我特意熬制的大骨汤，用了上百种仙兽灵鞭熬制而成的。可以给你补足精气，你先尝尝吧。师妹，昨晚我们……昨晚是我们的秘密，师兄你一定要保守住。师妹，林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无极宗的人来了，准备与我们灵山宗进行一场弟子比试。长老让我前来通知，全部弟子必须参加。好，那我就去会会他们。恐怕不行，按照规定，你现在属于初级入门弟子，没有资格参加比武切磋。哟，这不是清河道友吗？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届时你们灵山宗弟子被我的弟子完虐之后，可不要哭哭啼啼的哟。就怕你的徒弟也和当年的你一样，被我打得屁滚尿流，连裤子都没提上，那可就要闹笑话了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当年，别账我早晚跟你算。本想借此机会磨练刀体，自己居然却上不了场。林峰，没事的。虽然你现在等级不够，不能参赛，但你的天资在灵山宗已经是佼佼者，来年你再参加，也一定能大放异彩的。多谢师姐安慰。今日无极宗不远万里前来切磋交流，希望各位弟子好好珍惜这次比武机会。我宣布，比试正式开始。能与我无极宗排行榜第1的邓仙斌交手，怕是你们这些垃圾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了。你说谁是垃圾？姑娘，我可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哼，太嚣张了！今日我灵山宗圣女，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既然你想自取其辱，我便成全。我的6门心剑更是杀人于无形，你最好背上棺材，以免死后暴尸荒野。没想到这些话竟从一个弱鸡口中说出，还真是难能可惜。这是个什么怪物？我的灵力竟完全被他压制住了。6芒星剑势如长虹，疾风如彻，同境界的弟子无法招架。这小子青苔双指就接住了这一剑，实力恐怖如斯。我本不想理你，可你非逼我出手，真是拿你这蠢姑娘没办法。你胆敢小瞧我？不跟你玩了。这小子虽语气嚣张，但的确是个天才。目测气力值已达到3万斤以上，就算是林峰上，都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姑娘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真是痛在你身，伤在我心。要不今晚来我房间，我医术很高超的。堂堂宗门弟子，竟然如此污言秽语，真是无耻！怎么，这位弱鸡姑娘也想来和我交流切磋？我们一起上。
山宗的顶级弟子就这么被他轻松击败了。剑斌已步入金丹初期，10个梦露与影旗都战不过他。想不到灵山宗弟子这么不堪一击，我徒儿可还未使出全力呢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把2个弱鸡踢倒，还真没有成就感。可恶！我本是莲香西域之人，本来还想邀请你晚上来我房间做客，可你非但不领情，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，那就别怪我辣手摧花了。慢着！你这个无名鼠辈，又是从哪个洞里钻出来的？他是我们灵山宗最强弟子，能让玄冥神谷认主的昔日神子。就这个弱鸡，也能让玄冥神谷认主？我看你们宗门的谷也该拿回去好好修一修了吧？就让我这个刚加入宗门没几天的弟子林峰前来会会你。林峰为何要应战？即便他再天才，也难补丹田巨损的缺陷。他现在的气力值连参赛资格都没有，贸然比试只会让邓仙逼虐杀致死的。是啊，林峰加入灵山宗才短短几日，这场比试对他来说还是太危险了。你说刚加入几日？3日不到。刚入门3日，我看你这弱鸡连怎么练气都没学全吧？刚刚那2个是垃圾，而你垃圾中的战斗机。我倒也没觉得你有多强，像你这种宵小之徒，我连续踩死20个，连滴汗也不会流。那我就站在原地不动，来击败你。这副狂妄的嘴脸真的很招人讨厌。林峰居然徒手就接住了邓宪兵的一击。不仅如此，从力量上看，林峰竟还略微压制住了他。怎么可能？郑宪兵可是金丹初期，在境界上2个人天差地别。按照正常剧情发展，林峰早就应该粉身碎骨，难不成他是有主角光环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刚刚那一掌我已经用尽全力了，但居然还是被他压制住了。在群弱鸡堆里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认真的。不过当我出剑的刹那，你已经是具尸体。无极神掌只是邓仙兵常规运用的玄阶功法，而不知其名的神秘剑法才是他的必杀技。据说见过他剑法的人都被其诛杀了，无一生还。今日就用你的血来喂养我的暴风之剑。这难道是来自德玛西亚的暴风之剑？怎么在他的手上？暴风之剑，不错，此剑是由极寒玄冰制成，蕴藏着恐怖的德玛西亚之力。此剑出鞘必饮血，否则绝不还鞘。传说最强武者盖伦凭此剑在草丛里蹲守打野，一手声东击西的绝技，打遍德玛西亚大陆。传说中此剑在草丛中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，即便没有，也足以将林峰劈成碎片。那林峰岂不是凶多吉少了？德玛西亚，德玛西亚！师兄小心！霸道的剑气简直可以撼动泰山。是啊，高速旋转带动无上剑气，在旋转的加持下，剑气威力倍增啊！林峰小心！好样的，林峰！这4个人好样的，还真以为我们灵山宗好欺负？可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强了！入门3日啊，我这入门3年的人，在他面前就如废物般垃圾啊！什么？林峰竟然用1只手就破了暴风之剑？要知道这一剑足以将大殿劈成2半。我邓仙兵曾斩灭无数金丹级强者，在同境界中独孤求败。我曾彷徨，倘若这一世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对手，我就从此闭关不出。可是造化弄人，想不到你这样的鼠辈竟有资格做我的对手，还真叫人意外。方才我只用了3成功力来试探你的功法，接下来我就要使出全力了。是啊，林峰虽然挡住了邓仙兵的一剑，但2人在境界上的巨大差距，还是难以逾越的。那就让你尝尝我
圆满境界暴风之剑的厉害。放眼神虚大陆，无人能挡住镇仙兵的玄阶上品剑法。剑法的奥义是用剑诀唤醒剑内的德玛西亚之力，进而形成风暴般的万刃之力，一剑刺出，万箭齐发。别说筑基期，就连金丹期的炼体，恐怕也都会碎尸万段，灰飞烟灭。林峰，纵然你有9条命，也不够死的。德玛西亚！德玛西亚！不可能！在德玛西亚灵力的加持下，我的剑无坚不摧，就算是金丹期也会被我秒杀。区区筑基期为何如此逆天？难道他是偷偷给编剧送过篮了吗？是不灭刀体？不可能！即便是万古大帝林真昭，也需要数10年的时间才出征境界。林峰竟在不到3日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他了，他简直就是个变态！好霸道的灵气，压得我完全动弹不得。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就是混沌刀诀30层的效果，再加上以神鞭为丹田所铸成的不灭刀体，不亚于任何金丹期的炼体。哇，太强了！太强了！这才3天就入门了3天呢！混沌初开以来，我还从未见过有如此逆天的弟子。不出10年，他的修为说不定会超过神虚大陆的所有圣人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如此轻易抵住我的暴风万剑？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慢着，技不如人就要认输。无能狂怒是没有用的。今日比试，无极宗甘拜下风。不过凌风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早晚有一日，我无极宗的弟子会把你碾压致死。我林峰一定会奉陪到底。哼！糟了，我灵山宗有大难将至。妖星降祸，浩劫临世。为了阻止这场浩劫，我必须要找到方法，练成究极不灭刀体才行。说，林峰在哪儿？灵山宗。哼，林峰。我们又要见面了，师尊，怎样才能快速修炼究极不灭刀体？究极不灭刀体乃神虚大陆无量第一神体，千百年来，除了万古大帝林真昭，无人能修炼成功。修炼究极不灭刀体还需要机缘，有的人把混沌刀诀练到了70层便成功了。可有的人把混沌刀诀练到了100层，终生也无法参悟。还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服用5脏归元丹，快速凝聚你体内丹田，从而可以让你在短期内练成究极不灭刀体。5脏归元丹，这5脏归元丹虽然是传说中的极品丹药，但其丹方已经失传1000年，就连神虚大陆最顶级的丹宝阁也从未炼出一颗。5脏归元丹名字不太熟悉，不过前世在斗罗大世界，我的炼丹术也是封号级的存在，丹方更是烂熟于心。如果拿着丹方去丹宝阁，或许可以炼化出5脏归元丹。师尊，丹……参见阁主，灵山宗的林峰前来求见。在下林峰有一事相求。所谓何事啊？我想在丹宝阁借支炉鼎，炼制5脏归元丹。5脏归元丹？这5脏归元丹的丹方早就失传了，只有上古的丹帝董冠杰他才知道。我就算把这个药鼎借给你，也是白搭。叶仙，
你是不是吃壮阳药把脑子吃坏了？找这么一个无名鼠辈过来，在这儿哗众取宠。阁主，董冠杰的丹方有缺陷，少了一味天才地宝，缺失阴阳，而我加以改进，在丹方里增添了一味麒麟血草，便会使五脏归元丹的功效大增。这是丹方，还请您过目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拿一张假丹方来蒙骗本阁主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拿一张假丹方来蒙骗本阁主！这是我亲自所写，怎会有假？哎呀，这是我平生所见最极品的一张丹方了。哎呀，居然在炼丹造诣上超越上古丹帝董冠杰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说这张丹方是假的了，我只要把它留下来。那样的话，我悄悄炼出这五脏归元丹，我就能超越董冠杰了。阁主，听说此人之前被认作神子，有通天之命，他不可能拿假的丹方蒙混你。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丹宝阁！且慢！无名鼠辈宵小之徒，竟敢在丹宝阁主面前班门弄斧！你可知道，这两位执法弟子都是金丹期，今天你插翅也逃不出我丹宝阁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样！就算你想霸占这五脏归元丹的丹方，你也无法炼制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本阁主这故弄玄虚！阁主，炼制五脏归元丹需要极品容器、紫火琉璃底，更需要仙帝般的魂魄来淬炼融合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只是灵根下品。你就算修炼了50年，也只不过是个下品炼丹师。如果不是你父亲的话，你恐怕连当个药童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信口雌黄！老夫年轻的时候就是少年英才，老夫的灵根现在更是老而弥坚。我当这丹宝阁主，那是实力所致。阁主，别嘴硬了。我管你的灵根又小又短，不信你们自己看。这么小？不准看！我这灵根是近日试吃丹药，身体有恙，它灵时这么短，我平时藏着的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服的是八宝灵边丹吧？我炼制此秘药的时候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看见。我看你灵根的颓样，便能猜得出，你服的是八宝灵边丹。这灵药可是上古的丹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一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你是恰巧蒙对了。我猜你只看过前半卷，而后半卷是你自己推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究竟是何方妖孽？你之所以会有此症状，正是因为你只看了前半卷，而后半卷有一味最重要的药引子，你不知道，所以越服用，灵根就越反噬，越来越短。林少侠呀，你可得救救我啊！也罢，我有办法助你回阳。本宫快请讲。此乃三阳浑元丹，用至刚至阳之法炼制而成。你误食了灵丹，导致体内阴毒淤积，而这浑元丹刚好能中和你体内的淤毒，而且你试着逆行经脉，排毒还阳，说不定还能助你突破境界。太神奇了！转眼间，阁主的灵根迅速膨胀崛起，犹如爱徒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柱擎天，势不可挡。哇塞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人呐，你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阁主，那现在丹炉可否借我一用？
我担保阁所有的东西你随便用。终于练成了。糟了，大劫将至，我得立刻返回灵山宗。徒儿，五脏归元丹虽可加速你体内经脉流转，瞬间凝聚灵力，但往往物极必反。一旦你承受不住汇聚而来的灵力压迫，你的刀丹便会被摧毁，到那时，你也会被毁灭。所以，参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徒儿谨记。林峰虽然调动了体内大量的灵力来运转经脉，但是距离练成究极不灭刀体，犹如荧光之于皓月，遥不可及。什么？他竟然利用混沌刀诀的境界来引动天地灵气，看来他已经达到不灭刀体的人成境界了。阵前钟响，宗门告急。徒儿，此刻是你练成究极不灭刀体的关键时刻，你定要全神贯注，莫要分心。山宗想靠这孱弱的护宗大阵就能拦住我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黑龙修为太高，我们布下的护宗大阵已经被阵裂缝了。坏了，护宗大阵出现了缺口，恶龙杀了进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恐怕灵山宗要面临灭顶之灾了。难道天要灭我灵山宗吗？星河，幸亏来得及时。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护宗大阵也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一旦我们的灵力耗损殆尽，那条恶龙就会把我们全部吞没。师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能决定灵山宗生死存亡的，怕是只有林峰了。糟了，体内汇聚的灵气太多，刀丹已经承受不住了。现在能决定灵山宗生死存亡的，怕是只有林峰了。林峰，只要你们把林峰交出来，灵山宗就会安然无恙。否则，我要将这里屠戮殆尽，寸草不留。护宗大阵已经挡不住了，倘若不把林峰交出去，灵山宗真的要灭门了。你们两个犯什么糊涂？林峰可是我灵山宗的弟子，谁若敢动他，先过我清河这关。清河，这我们也不想，可是这条恶龙的实力已经到了天仙境界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就算是中祖出关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长老，我灵山宗乃名门正派，如果把宗门弟子献祭给恶龙的事传出去，那我们门派定会威望尽失，日后很难在神虚大陆立足了。没错，师兄是灵山宗的神子，更是门派的希望，我们绝对不能向恶龙妥协。你们懂什么呀？长老议事，岂容你们插嘴？你们这群害群之马，为了区区一个林峰，是要弃整个宗门于不顾吗？啊！难分之处，刀刃裂痕越来越多了。各位长老，此时我宗门正值生死存亡之际，所有弟子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舍小我成大义，他林峰作为昔日的神子，这个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，以身作则，不是吗？对，说得对，此话的确有几分道理。都是什么歪理邪说？把师兄牺牲出去，只能证明我们灵山宗无能。李思文，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，想害死我师兄。是啊，李思文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来人，把这些叛徒给我抓起来！来人，把这些叛徒给我抓起来！区区一个内门弟子，也敢来造次，我看谁敢动！我有宗主令牌在手，
见令牌如见宗主本人，还不行礼？拜见宗主。宗主令牌怎么会在他的手上？此前趁宗主闭关偷来的令牌，果然是派上用场了。师尊，这令牌肯定有蹊跷，我们为何要跪？这是灵山宗千年的铁律，执此令牌者可号令宗门。起来吧，谢宗主。你们啊，还真是想不开，偏偏去偏袒那个通过手段当上神子的弱鸡。当初比试的时候，要不是我疏忽懈怠，他早就被我打死了。我师兄有盖世天资，岂是你这种猥琐之徒能相比的？臭丫头，等那个弱鸡出现，我要让你亲眼看见我是怎么把他骑在胯下。来人，把这些弱鸡就地正法，尸首给我挂在宗峰之上，以儆效尤。住手！祸水东引之宗门，我无数宗门弟子惨死在那恶龙手上，你还敢冠冕堂皇地站在这儿，恬不知耻！林峰，你身为灵山宗弟子，但是这场浩劫是因你而起，倘若想不再牺牲无辜的话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给送出去了。是啊，林峰。混沌青龙生性狡诈，你们以为把我送过去就能保证宗门安然无恙吗？现在当务之急是需要大家团结一心，共同对付恶龙。你个扫把星，你把宗门害成这样了，还在说什么屁话？我都替你害臊，林峰，贪生怕死就直说，别在这给我遮遮掩掩。我林峰早就生死无惧，只是提醒各位不要中了恶人的流奸计。我看你这个弱鸡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弱鸡给我就地正法，把尸首给那条恶龙送去。想不到林峰不出半个时辰，真的练成了究极不灭刀体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有宗主令牌在手，林峰，你这个弱鸡敢忤逆宗门是吗？啊！林峰，纵使你有通天本领，在宗主面前，你也不过是一只蝼蚁。林峰，这宗主令牌可是庄严圣物，你倘若敢反抗一下，就是与整个宗门作对，今天必杀你！竟敢对我师尊不敬！铁山为什么叫林峰师尊？以前受了师兄的点拨，铁山真人突破了境界，所以想拜师兄为师。也恭喜师尊，以后又多了一位徒孙。师尊，弟子来晚了。别乱叫，谁是你师尊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自从您让我灵根坚挺之后，您就是我的师尊了。逆徒，还不快给师祖赔礼！老东西，铁山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今天我就来为逍遥峰清理门户。我有宗主令牌在手，你敢忤逆宗门吗？还不快跪！老东西，刚才不是挺嚣张跋扈的吗？啊，来呀！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叛徒一起给这个废物陪葬！这是混沌青龙的标志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突然明目张胆？原来你就是挑唆宗门的那个叛徒。黑龙纹身。原来你就是挑唆宗门的那个叛徒。黑龙纹身。李思文，我逍遥峰怎么会出你这样的败类？好一个祸水东引！你这个残害同门的叛徒，我们差点上了你的当。李思文，要不是林峰撕掉了你的面具，自证清白，我们险些就被诬陷了。今天我要剃掉你的仙骨，斩断你的灵根，永世不得修行。各位长老，都是那条恶龙要挟我，我不得已为之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长老。林峰，林峰，你不是神子吗？跟他们求求情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好好做人。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好好报答灵山宗林峰。在修炼界，什么丹药都有，可就是没有后法药。不好，阵法被破开了。这一群蝼蚁，还妄想用低阶的法阵阻挡我！
我捅破你们的法阵，就犹如戳破一幅窗户纸一般容易。灵山宗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没事吧？此恶龙实力惊人，恐怕是万古大帝临阵招来了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徒儿，你快带着师姐和师妹先走。不，我要亲手斩灭他，誓死守护灵山宗。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可真是命硬。灰飞烟灭之后，你却凭借强大的魂魄又活了过来。但是现在，你只是一个筑基机的尘埃，我只要轻轻一用力，就可以把你爆成渣渣。前世我在斗罗大世界被你所害，好在上天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孽畜。林峰，我前世夺得了你的神位，但我始终未能证得大道。某天我忽然发现，原来你强大的魂力流落在了这片大陆，唯有再杀你一次，夺得你的魂魄，突破最后的境界。孽畜，印证大道靠的是救度三界苍生而产生的怜悯之心，而不是靠你这般杀戮。慈悲，那你就跪下，好好祈求慈悲能救你一命，受死吧！哎呀！徒儿！天哪，太可怕了！难道这就是天仙境的实力吗？只需要动动手指，就可以将天地旋转过来。林峰在如此恐怖的力量面前，简直就是蚍蜉撼树。恐怕还未近他身，就已经被灵力的波动震得灰飞烟灭了。这样看来的话，师兄真的很危险。林峰，蝼蚁是搬不到大象的，你还是乖乖的毁掉修为，把你的魂魄给我，说不定我还可以留他们一个全尸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死鸭子还嘴硬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我之间的差距，就犹如隔了好几个虚空。你真觉得能杀得了我吗？痴心妄想！霸道的威压，仿佛天地间都在震动扭曲。这一切，还是化身境的炼体，都会被击成碎片。师傅，难道我刚拜入你的门下，就要给你送终了吗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本以为压制住境界就可以轻松将你挫骨扬灰，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你。什么？刚刚我已经爆发出究极不灭刀体的全部灵力了，他居然还只是压制住境界。好强大的压制！我的头都快裂开了。林峰，师兄，徒儿，斩龙刀如今与林峰同为一体，现在刀体破碎，代表着他的丹田俱损，他是命有久矣。师尊，我跟你拼了！师尊，你们这些尘埃能不能安分点？林峰，你始终还是臭水沟里的污泥，注定扶不上墙，还不如把你的魂魄给我，助我证得大道。还不如把你的魂魄给我，助我证得大道。师妹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不许你伤害我师兄！快走！一起誓死守护我师兄！林峰，你可真是个情种。师妹！英奇，林峰，你可真是个情种。知道你前世为什么不能证得大道吗？就是因为你情执太重。现在我就来救度你，帮你斩断情根。你这个恶魔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你在威胁我吗？
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是师兄不好，害了你，师妹，是师兄不好，害了你，师妹。啊！看在你求我的份上，我把它还给你。林峰，前世你好歹也是个斗罗大帝，今世却为了个女人哭哭啼啼，简直丢尽了脸面。世间文字千万个，唯有情字最杀人。现在就送你去团聚吧。哼，果然识时务，知道挣扎也是徒劳，等死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千重剑，百世难，更不匆匆。弹指间，入红尘，人已去，情欲空空。见天地，见自己，见众生。什么？你竟然练就出万物皆可为刀的无量刀意？不可能！我已经毁掉了他的丹田，已经命悬一线。他是怎么练就成无量刀意的？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是我出现幻觉了。练就无量刀意，需要感受天地万物，证得大道才行。你一个区区困在情茧里的蝼蚁，是怎么练成的？印证大道，并非只是斩断情欲，而是在感受天地众生情欲化而产生的悲悯之心。宇宙蕴含的大道能力，也并非只有冰冷的禅意，而是心怀慈悲的爱。哼，故弄玄虚！我现在就让你灰飞烟灭！一刀归虚。林峰，林峰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刚才是我大意了。你刚刚所击败的只不过是我其中的一个投影而已，我还会回来的，我必要取走你的魂。影齐的神魂已经飘进星辰河流里，不知去处，便是找回也很难起死回生。据说在神虚大陆的另一个位面，那里有复活师妹的办法。我说什么都要去试一试。徒儿，师尊和灵犀师姐，那就交给你来照顾了。师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想念您的。林峰，听说另一个位面的大陆聚集了很多邪恶妖兽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灵犀师姐，我走了。